魔君来到归墟，意图撕开结界，将魔族释放进来。为了阻止这场浩劫，东方雪邪三国老祖共同对抗魔君。老怪物，虽然不知你以何法解除封印脱困，如今本帝联合三国皇室老祖，必能如几百年前一样将你封印。这老二被封印了几百年，功力不退反增。我们齐人合力，既然无法打破他的防护阵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你就将他封印在此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一帮废物！新发现了这个位面，万神灵气血旺盛，就打开这个结界，把他们全部吞噬掉。届时终将飞石成仙。不好，他好像要撕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结界。不知这魔头到底要干什么？大家全力示威，千万不能让他得逞！还好这魔头失败了，不过这异界来的年轻人看着好眼熟，不知是敌是友。我不是在坠楼吗？难道我跳到另外一个时空了？我去，我竟然没死，而且好像一点伤也没有。哎，三个老头，老头，老夫纵横此间几百年，你区区一个小辈，竟然敢称老祖为老头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！北荒老祖，没想到你这么不济，连个区区小辈都对付不了。这可是我积练了100年的法器呀！你是人是鬼？切，什么100年法器？你刚才那个不过就是一把泡沫道具长枪，入戏太深了吧你？我去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我到底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几个世故不化的老废物，连个毛头小子、小鬼都对付不了了，还有什么颜面存在这世上？哼！异界来的小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可知刚才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你干什么？赶紧放开！我去，我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个爆炸老头看起来挺厉害的，但是身体跟排球一样轻，我才轻轻一推，他就飞走了。我说你这个爆炸头老头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别一整天打打杀杀的。放屁！如此羞辱本魔君，今天与你不死不休！这位前辈，你数次击退魔君，看来是有非敌。不知前辈师从何处，是何来历？我呀，我就是一个快递员，我当过几年兵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这个地方来了。这到底是哪儿啊？送饭的小二，前辈说笑了。前辈数次拍飞魔君，至少是域外神级高手，甚至是位面守护者。只有神级高手才能与魔君抗衡。魔君要发狂了，前辈小心！
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！好奇怪啊！这个爆炸头魔君虽然看起来很厉害，但是却连我的军体拳第一式都接不住。看来这个世界物理性质和蓝星不太一样啊！这儿的人也太惨了吧！这3个老头应该是被魔君的魔气入体，看来暂时应该是清醒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帮小姐姐一把。美女姐姐，你怎么了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忙啊？不行，我好热。你不许过来！你为什么冲着我淫笑？不许笑！我哪有淫笑啊？我很圣洁的好吧？不许你这样看着我！你是不是想亲我？我……你要是敢亲我，我就杀了你！小姐姐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啊！不行！啊！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快亲我！不许亲！本帝杀了你！本帝就杀了你！什么本帝啊？什么外地啊？本帝想杀外地？搞不懂，搞不懂。没想到我居然在异界和美女有此姻缘，这是我2世为人唯一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。我堂堂赵凡，敢做敢当，我要对你负责。我堂堂大周女帝，坚守百年清白之身，未曾想竟被那混账小子给毁了。本帝绝不能轻饶他。诸位，我玄天宗雄居大周国4大门派之首，是天下公认的第一门派。昔日我宗老祖以无上神力降服魔君，就苍生于水火之中，立下不朽功勋，永垂青史。今日我玄天宗招收弟子，希望各位珍惜这个机会。就是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，你看，这位叶璇，我玄天宗圣子。哎呦，但我突破苦境，必能获得公主情。这次下山一定要从这凡人蝼蚁找到能炼药材料。接下来我会施法，4龙方尊释放灵气，被灵气选中者，便可以成为我们玄天宗的弟子。你家真是这。4龙归一，光耀玄天。4龙归一，光耀玄天。4龙归一，
光耀玄天！大胆狂徒，见四龙方尊不跪，你找死吗你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赵凡只跪天、跪地、跪父母，至于其他的，都不配让我跪。此四龙方尊乃是我先祖降服妖魔之圣物，你区区凡人能见一面，已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分，你跪还是不跪？这四龙方尊真有你说的这么厉害？你这，哎呀！找死！你竟敢毁坏我宗圣物！蝼蚁，竟敢毁坏我宗圣物，罪不可恕！我当是个什么人物？空有一身血气，力量不小，却是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。玄天宗弟子听令，把这个毁坏圣物的狂徒抓起来！喂，你们可别碰瓷啊！明明是你们这个四龙方尊太脆了，肯定是个假货，要不然我怎么一掰就碎了？毁坏我宗圣物，罪不可恕，必须跟我们回去受审。又好了？怎么好了？哎呀，是圣技怎么又这怎么又自己修复？不愧是圣太技厉害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小子力道无穷，血脉之力旺盛，是我炼药的好材料。行了，我宗圣物岂是这种凡夫俗子可轻易损毁的？不过这厮扰乱我宗招人大典，必须惩罚。本圣子念你是初犯，宗门府缺一个杂役，就罚你在我玄天宗做3年杂役。这也不是不行。哎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玄天宗的伙食怎么样？如果包吃包住，那我倒是可以考虑。凡人就是凡人，我玄天宗乃是天下第一圣宗，衣食住行一切应有尽有。如果连一个杂役都养不活，传出去岂不笑话？陛下，已经找到那个挂玉佩的男人，此人名为赵凡，现在在玄天宗做杂役。什么？杂役？哼，你过来。我？听门内弟子传，你足底按摩的功夫还不错，还好一身蛮力没有浪费。快过来给本姑娘按按脚。但是我只给宗内男弟子按脚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给你按不太方便啊。让你按你就按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谁给你的狗胆，还敢想授受不亲的事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不听我的，3天不准吃馒头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专属按摩工具。快！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哼，好舒服啊！这混账竟敢摸我愚人的脚，我都没有摸过。我去教训教训这个小子，竟然敢碰圣子的女人！慢着，本圣子自然不会轻饶这小子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小子是个绝佳的先仙药材，反正马上就要入药，就让他多活一天。走。啊啊！
混蛋！你敢用法术偷袭我？切！怎么硬得像个石头一样？好，你敢偷袭本姑娘，今晚你不准吃饭。哦不，3天不准吃饭。这杂役气血极旺，可做我魔丸的药材。云儿，帮我拿下它。秋叶灵芝、千魂草、天元草、混沌青莲、地心灵乳，这些天材地宝，耗费本圣子不少精力才搞到手，任何一样都可令修炼者功力大增。哼，赵凡，能成为本世子修炼的养分，是你的荣幸。快点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在这小黑屋里待着，3天不准出门，否则就赶紧下山，等着饿死吧你！不至于吧，方师姐，我不过就是打个喷嚏而已啊。话说，一会儿有人给我送饭吗？嗯。去死吧你！3日之后，魔丸便可炼成。服下魔丸，本圣子便可一举踏入武王境，成为年轻一辈第1人。云儿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待日后我成了宗主，你便是宗主夫人。只要能帮到你，你让云儿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区区一个凡人，死便死了。陛下，南越北荒西域3国使团抵达帝都，他们想趁您受伤之机前来逼我大周投降。本地稍有微恙，这帮小国刁民便想趁机起事，看我怎么敲打他。传本地口谕，3日后4国会谈，谈判会场设在玄天宗，命令3国投降于大周，并将3国公主嫁与一个叫赵凡的男子做小妾。陛下，这是为何？本地自有打算，你照办便是。这一招叫做祸水东引，实在是妙。另外，再给玄天宗下一道旨意，玄天宗当日抗魔有功，本地重赏。诺。馒头，哇！干什么呢？谁让你偷吃馒头的？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玄天宗在日前对抗魔君之役中，英勇无畏，功绩卓著，当为天下之楷模，特此嘉奖。望玄天宗继续发扬，为守护苍生再立新功，钦此。领旨谢恩。谁对抗魔君有功？为何本盟主没收到半点消息啊？或许是隐世已久的宗门老祖再次出手，也有可能啊。总之，天佑我玄天宗！我的馒头！你在药桶里泡了3天，竟然没死！我的药呢？那些天材地宝呢？当然是被我吸收了呀。哎，不过那些药还挺不错的，我吸收了之后，现在感觉身体特别棒，而且吃饭嘎嘎香。不过就是不太抗饿，还不如我这馒头呢。不抗饿？你跟我说不抗饿？我那么多天材地宝，
我杀了你！哎呀，行了，一个小小的杂役而已，犯了错自有宗门按门规处置。你堂堂圣子怎能自降身份，和一个杂役拉拉扯扯，像什么话？他犯了什么错？他在后厨偷吃馒头，荒唐！竟敢偷吃馒头！这样的弟子立即开除，轰下山去！我不就是吃几个馒头吗？哎，你们第一大宗门不至于这样吧？几个馒头而已啊！玄天宗宗主苍玄听旨，陛下口谕：3天后举行4国会谈，主办地设在你们玄天宗，事关天下格局，务必重视。诺。不得了，4国会谈，我玄天宗主办。那我玄天宗要扬名天下了。可见女陛下对我们玄天宗的重视啊！宗主威武，玄天宗威武。另外，陛下特别吩咐，玄天宗弟子赵凡务必出席。赵凡是谁？为何本座从未听过？就是刚才偷吃馒头被赶走的杂役。不知陛下为何非要让一个外门杂役参会？这恐怕有失大国颜面。闭嘴！陛下的安排，岂是你们能够揣测的？总之，赵凡务必到场。如若有失，你这宗主恐怕就要当到头了。赶紧去！赶紧去把那个叫赵凡的给本宗主找回来！瞧一瞧，看一看来啊！拔河比赛只需掏10枚铜板便可参加。若是能赢得我身边的烈士，退回铜板，这馒头随便吃，额外再赠送大家一锭金子啊！快来报名啊！我能不能试试？你看他10枚铜板。老板，能不能比完再给？没钱，没钱，这家伙还想白嫖馒头啊？就这穷酸样还想比试，饿疯了吧？滚！没钱别抖了。有没有人报名的啊？老板，你看我用这个抵铜板行不行？来我看看。但是我赢了就还给我。我先看看。哎呀，哈，可以，傻子真多，骗子不够用啊！苏小强，过去。苏大强，去！好，5局3胜，去！7局5胜，去上啊！哎呦！承认了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？这是1个人对8个人，还这么轻松？这小子肯定耍诈！别上，别让他跑！干嘛？那边围住他！住手！我是玄天宗圣子，此人是我玄天宗弟子，不得放肆！玄天宗弟子赵凡听令，速速跟我回归宗门。什么玄天宗弟子？你不是说我是杂役吗？再说了，你们玄天宗都把我赶出来了，我跟你回去干嘛？被你炼药啊？我在这儿有馒头吃，我才不回去。好你个赵凡，你还敢跟我提药？我那么多天才地宝，账还没给你算呢。正好，玄天宗弟子听令，把他给我绑回去，慢慢发落。你们住手！怎可如此对待这位？赵大人，都是门下弟子不懂事。大人
可否跟本宗主回宗门，让我好好弥补一下之前的怠慢之失？我才不回去，我去你们玄天宗吃个馒头大惊小怪的，我跟你回去，那不得饿死啊！这次回宗门，我承诺给你一座独立宅院，吃饭管饱。若是大人没有婚配，我玄天宗内精英女弟子方云也可由我做主，嫁给大人。算了，看在你这么诚意满满的份上，那我就跟你回去。不过我先说啊，馒头要管饱，不能反悔。一定，一定。走走走。今日召开四国会谈，众弟子务必小心谨慎，谁要敢出半点纰漏，莫怪本座翻脸无情。赵凡呢？站住！你就是那个偷馒头的杂役，怎么想借机混入会场偷东西吗？赶紧滚！行了，也不知道这狗东西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先放他进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杂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您就是赵凡赵公子吧？陛下专门吩咐要关照。赵大人，请上座。林大人，赵凡只是个杂役，他坐上座，与理不合啊。叶轩，你们干嘛？三国公主率使团驾到。欢迎光临，哈哈。我林夕，女帝陛下座前第一侍卫，代表陛下欢迎各国使臣到来。三国使臣大驾光临我大周，甚是荣幸。行了，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我这人性子直，不喜欢绕弯子。我们三国这次来呢，是为了接受你们周国投降的。巧了，我也不喜欢绕弯。大周不仅不会投降，陛下还命令尔等三国归降于我大周。且三位公主还要下嫁给赵凡公子，做小妾。赵凡？不是吧，大哥，你吹牛逼，你别带上我呀！我何德能娶三国公主啊？赵凡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有什么资格娶我们？周朝还真是作死，女帝受伤严重，玄天宗老祖早已归天，大周朝哪来的底气同时镇压我们三国？这次魔军出事，女帝陛下不惜受伤赶走魔军，立下不世战功，拯救苍生于水火，你们还能好好坐在这里说话，靠的是陛下庇佑。一派胡言！明明是我们三国老祖浴血奋战，击败魔军，女帝此役毫无作为，居然还有脸邀功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刚才灵尊者提到赵凡，本公主想先看看这赵凡是何许人，值得女帝如此推崇。赵凡是何许人也，值得女帝如此推崇。赵凡，赵大人，我在这儿。怎么回事？松开，松开！哎，没事儿。两位师兄在帮我做拉伸呢，活动筋骨。宗主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可是咱们玄天宗的独门秘法。我就不是了。女帝欺人太甚，竟然让我们嫁给这种废物！看腰牌，分明是个杂役。女帝是想借此故意羞辱我们三国。这杂役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灵气，区区凡人何以娶三国公主？还是小妾？喂，我又没惹你，你们三个为什么这样说我啊？神奇，这西域娘们儿怎么长得跟春花一模一样？那你何德何能，能同时娶我们三位天之娇女做小妾呢？我对你们三个本来也没什么兴趣。那你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我们宗主说了，只要我出场，馒头管饱，而且还帮我娶个媳妇儿。喏，就是那个女的。混蛋，什么这女的？宗主是为了哄你回来才这么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方云只会嫁给我心中的天才师兄小玄玄。至于你嘛，
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可能。也好，反正我对你的天鹅肉啊，本公子压根就没兴趣。至于3位姐姐嘛，确实不错，勉强啊配得上我。如果硬要嫁的话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。呸！你也配？赵凡，你给宗门闯下大祸了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！三国尊贵的公主，其实你可以挑衅的。我说叶圣子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？3位公主下嫁于我，乃是大周女帝的旨意。你居然帮3国公主说话，你难道是周奸不成？你！既然你们如此质疑陛下的旨意，那我不妨告诉你们一个真相：大周能战胜魔尊，拯救天下，正是这位赵公子出手，才导致魔军大败。怎么可能啊？他要是真有这能耐，怎么会甘心在我玄天宗做一个杂役啊？本圣子早就探查过此人，他就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，这情报一定有误。大周陛下下这道旨意，一定是为了羞辱我们3国。爱信不信，如果你们非要说那个爆炸老头就是魔尊的话，那他确实是我打跑的。一派胡言！当日必定是玄天宗老祖出世，镇压魔军。谁镇压魔军，谁便是陛下要奖励的有功之人。这是玄天宗的功劳，我是玄天宗的圣子。按照陛下的旨意，3位公主应该嫁给我才对。嫁给你？你又是哪根葱啊？这女帝定是受伤后走火入魔，得了失心疯，怎会下如此荒唐的旨意？这种杂役废物，怎配得上我北荒天骄？我就想在这玄天宗混口饭吃。这女帝到底是谁啊？为何莫名其妙给我挖了这么难的坑？这位小哥哥，要么你就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若真是你赶跑的魔君，我轩辕敏一向敬重英雄，嫁便嫁。轩辕敏啊，你真是这种人也看得上？这赵凡分明半点灵性都没有，就是个凡人。这种废物要嫁你嫁，本公主才不嫁。这小杂役打没打过魔君，本姑娘不知道，但他一直是做我的奴隶。你们想要嫁，也得先问问我。奴隶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妄想当奴隶主呢？我告诉你，当初要不是我为了吃饱馒头，才答应做你的杂役，没想到你和那个叶璇这么恶毒，竟然把我推进药桶里面炼丹。胡说，明明是你偷药材，自己不小心掉进去。赵凡，你心怀鬼胎，想陷玄天宗于不义，今天必须给3国公主下跪。就你们，凭什么让我跪？你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则和我来的世界不一样，对付你简直易如反掌。这是降维打击，降维打击，懂不懂？什么这个世界那个世界，一派胡言。赵凡，你一介凡人，在3国公主面前如此放肆，本宗主要看不下去了，还不下跪道歉？如若不然，别怪本座辣手无情，清理门户。废物，凡人，清理门户。赵凡，不能放肆！你想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所谓的仙门贵胄，一直是凡人的生命如草芥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能耐。女帝陛下的旨意，如果你们敢违抗的话，即刻镇压。混账！你根本不知道3国的权势地位，你赶紧给我下来！你不要命没关系，但是不要连累我们玄天宗。无可救药，就凭你一己之力，还想让3国投降？想娶我们，先得问问我们手中的剑同不同意。3位公主，这赵凡胆大妄为，如此欺辱3位公主，不劳您3位动手。我玄天宗自有门规。宗主大人，按门规，此子应该投入诛仙台，生死道消。诛仙台？你们不会是说归墟谷悬崖旁边那个圆形的台子吧？归墟谷大战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它踩碎了。哼，你这凡人果然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满嘴胡言。那诛仙台乃是神仙遗址，诛杀仙人无数，存在归墟谷数万年。你
踩碎诛仙台，真是千古奇谈。好了，不想跟你多废话，众弟子听令，报！不好了，那诛仙台，诛仙台怎么了？快说！诛仙台不知怎么碎了。什么？诛仙台碎了？是他踩碎的？弟子猜测，可能有真仙下凡，因为在诛仙台附近搜索到上古神器，刀枪不入。上古神器，快呈上来！此物刀枪不破，万法不侵，这不是我的头盔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宝贝，果然不出本宗主所料，差点被你这小子忽悠过去。你只不过是当日恰巧路过，你见证了那场大战，就妄图贪天之功。此黄色乃是上古炎帝专用之色，定是炎帝青睐我玄天宗，打跑魔君，留下此旷古奇物。我就说你们这个宗主没见过世面，这个只是我外卖头盔而已。不知天高地厚，用不着诛仙台，本圣子现在就将你正法。林尊者，你那日啊，我打败魔君，有人亲眼所见，3个老头，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。什么老头，什么小姐姐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你的证人虚无缥缈，语焉不详，等于没有。你看，这是那日那个小姐姐给我留下的玉佩。这确实是陛下的玉佩。陛下，你有这玉佩，也只能代表你见过陛下。你是说那个小姐姐她是女帝？女帝跟我一夜情的小姐姐居然是女帝，那我更要负责了。如今小姐姐免了3国为难，必须帮她搬回去。你一个连馒头都吃不上的杂役，怎么会拥有如此宝玉？这一定是你从陛下的赏赐里偷拿的，这是属于玄天宗的宝物。这就是我的宝物，是那晚女帝小姐姐留给我的。陛下身份如此尊贵，你这等贱婢还想跟陛下扯上关系，这就断了你的非分之想。果然修仙世界还是谁的拳头硬谁才有话语权。证据我也拿了，该说的话我也说了，信不信看你们自己。要么女帝亲至，要么咱们就比划比划，看看我是否有实力击退魔君，镇压各位。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们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狂妄小辈，我看你如何以一人之力抵抗3国。北方暗卫听令，西域暗卫听令，南岳暗卫听令，将此人就地格杀，想取我们，先忘过我们手中的法器。不劳烦各位，我来。女帝陛下到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吵吵嚷嚷。陛下，就是这个赵凡故意扰乱4国会谈，再次羞辱3国，大周的颜面都让他给丢尽了。臣等正准备将其正法，以挽回大周之颜面。你倒是说说，此人如何丢我大周颜面？此人谎称当日抗谋大战，与陛下您共同抗击魔君，还说魔君就是他击退的，企图贪天之功。接着说。他还拿出玉佩，说是陛下您的物件，还说与陛下您共度一晚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臣等自然是不能相信的。我没有说。这混账倒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！回头看本帝怎么治你。那你们怎么看？也怀疑我大周抗击魔君之事？岂敢！陛下抗击魔君，拯救苍生，天下共知。只是没想到陛下能够全身而退，可喜可贺。我大周只有陛下亲自坐镇，江山稳固，千秋万载。大周参与了又如何？我家老祖击退魔君，身负重伤，贡献当属第一。陛下修为真是颇深，武圣境界后期对抗武神境界的魔君，居然可以全身而退，恐怕是不战而逃吧。陛下抗魔大战，您逃走不要紧，可苦了我们家老祖，至今仍在疗伤。一派胡言，那是你们老祖无能。现在说回赵范，你们觉得我该如何处置他？赵凡，你即便有点实力又如何？
此次女帝在场，加上3国，你必死。陛下，此子胆大妄为，羞辱3国，编排陛下，应当凌迟3日，挂在城头示众3日，震慑天下，以示女帝之威不可欺。你们这修仙世界真是脆弱的可怕！你不担心自己，竟然还想给我治罪！赵凡，女帝在此，你还敢如此狂妄？陛下可是玄武境高手，捏死你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劝你赶紧下跪求饶，或许陛下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玄天宗圣子叶璇，恳请陛下速速定夺，诛杀此子。圣子叶璇，不错不错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教本帝做事！林夕，给本帝掌嘴！赵公子，请恕东方雪不辞而别。感谢赵公子当日助我击退魔君。没事没事。陛下，你一定是搞错了，他就是一个满眼全都是馒头的吃货废物，怎么能让您行如此大礼呢？莫非真的是我看走眼了？此人看上去如此拼赛，居然这么厉害，狼狈为奸，燕双簧。当日魔君解除封印，本帝与3国老祖共同镇恩，未曾想他魔性大发，不惜耗费一身气血，释放魔功，无差别攻击，3位老祖身受重伤。要不是这位赵公子出手，恐怕本帝也难全身而退。目前3位老祖都在疗伤，而本帝已经恢复。各位使者是否还想吞并我大周呢？你们3国胆子倒是大得很呢。本帝的旨意，3国投降，公主嫁于赵凡，不仅不遵旨照办，反而联合起来为难有公主。你们真当我大周女帝是个摆设吗？毁陛下亲赐之物者，该碎尸万段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圣子只是一时糊涂，求陛下开恩了。陛下，能否看在老朽的面子上，网开一面？叶璇乃本宗圣子，都是亲传弟子，也是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，只差一步，便可踏入武王境。你的面子？你苍玄向来审时度势，狡猾得很。此次若不是我牵制，苍玄，你是不是想着投靠3国？陛下，臣万万不敢啊！赵公子，此人之前对你百般羞辱，如何处置？全凭你一言而定。若是再敢有人反对，本帝不介意一并处理。赵公子，赵前辈，看在本宗留你的份上，手下留情，放叶璇一马吧。赵英雄，高人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了叶璇吗？我可以给您当牛做马啊！对，做奴隶，我给您做奴隶。你们玄天宗为天下修仙第一大宗派，没想到竟然藏污纳垢。你们的圣子为练魔功，祭炼活人，而你身为宗主竟然不成。你们那个叶圣子啊，可是凭借身份狗眼看人低，视凡人命如草芥。若此人不除，天下人将如何看待你们修仙之人？只要前辈愿意放过叶璇，我把上古神器献给你。这老贼狡猾归狡猾，倒是挺护犊子。算了，人渣的命也是命啊。送给你，这个是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的贴身物品，你就当做玉佩的回礼。其实它也不是什么上古神器，不过在你们这个世界里面，应该还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打破。此物真有如此神奇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带上它，那个爆炸头老头绝对伤不到你。至于你们几个嘛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就罚他在那个玄天宗当一辈子杂役，
如果你以后还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一定会亲自向你问罪的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赵凡是抗魔功臣，本帝亲自玉佩。但凡见此玉佩者，如见本帝，若再有僭越之举，必杀。陛下谈判条件可谓惊世骇俗，尔等不能做的，等我飞鸽传书回去，等候国主指示。好，今日会谈暂时告一段落，明日继续。昔日我大周内有玄天老祖坐镇，外有老魔威胁，所以四国才一直保持平衡。如今老祖归天，我又身受重伤，境界跌落至武圣境中期。明日会谈，三国必联手与本帝谈条件，您可一定要站在我这边。本帝昔日怎么就委身于这个而已？吃，你怎么就知道吃？这不是没办法吗？你们这一届物质能量太低了，食物密度低，我不吃饱就只能一直饿，我不吃饱怎么帮你打架？放心，我说过，一定会帮你的。这是什么？内有锦囊一个，你看过便知。我南越如今经济发展早已经超过大周，我北荒资源匮乏，交易哪有抢来的划算？我北荒已在边境屯兵10万。如果用金钱衡量南越实力的话，那我分分钟都能让南越灭国呀！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区一个杂役，仅凭着女帝的恩宠才得以保全，有什么资格在如此重大场合发言？居然口出狂言，说要灭了我南越！我南越富甲一方，你凭什么？就凭你一张嘴？唉。这是黑钻明珠，1珠可换1成，如此稀世珍宝，你怎么会有？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？这玩意儿啊，就是那个碳元素高压合成的。算了，物理知识你们也不懂，反正像这种黑钻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就算你们黑钻明珠能买下南越，你们又能纳我们北荒如何？我们北荒老祖虽在疗伤，但我们已屯好了10万大军，你们不得不降。不，10万大军建议投降大周啊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10万大军投降？黑钻明珠虽然不能买北荒，却能让这10万常年征战沙场却身无分文的士兵安家，让他们和家人们平平淡淡共度一生。我北荒筹谋多年的计划就此破败了。之前从未听说周朝有此人物。我西域没什么特长，唯善天机之术。本公主倒要看看，这赵凡到底是何来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怎么会是如此逆天的存在？薛元明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妖人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使薛元明重伤。3位公主，还有何话可说？我大周仅凭赵凡一人，便破去你们3国多日筹谋，就凭你们，还妄图让我大周投降，真是笑话！本帝宣布，会稳固4国格局，即日起，将3国公主嫁于赵凡。修仙界向来以实力为尊，什么手段心机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浮云。虽然3位老祖受伤，但3国高端战力还在，
各国的国主依然是武圣境中期实力，三国联手不一定会输给大周国。正是如此，若是要我们三国心服口服，你们得拿出真正的实力，与我们一决高下，否则我们三国将与你们鱼死网破。本公主宁死不嫁。对，绝不嫁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约定3日后五罗峰山巅大比，4国胜出者作为新任共主，向其余3国朝拜。哟，女帝媳妇，你来了。闭嘴！本帝贵为天子，只有9天之上先帝和9幽之下界主才能娶本宫。别以为曾经与本宫有了肌肤之亲就能如此轻佻。你只不过是本宫宠幸的众多男宠之一。既然你占了我这么大便宜，你就得还债，你得入朝为官，帮我。小姐姐，那天的事，是你说不那啥就要杀我，我是被迫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是我赵凡在这2个世界里面唯一有过夫妻之实的女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明媒正娶。不过你让我管事嘛，我是实在不懂得如何管理传统宫廷啊。那不行，你必须得帮我。本宫准备封你为掌印太监。太监，陛下有何吩咐啊？我靠，不行不行，要不贴身带到侍卫？不行，太亲近了，只怕以后又要和本宫传出什么流言蜚语。那就御马监正堂管事，替我养马驾车，随叫随到那种。御马监正堂管事，这不就是弼马温吗？和猴哥一个职位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不会驾车。你不是说你是快递员，居然连驾车都不会？就这么定了，你要是再敢反抗本宫，小心本宫揍你。啊，女帝媳妇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唯一的一个女人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那3国的人既然敢欺负我媳妇儿，那我就替你摆平他们，当做聘礼。不许再叫本帝媳妇儿，本帝乃大周之主，从未考虑过儿女私情。你想娶妻，本帝已经赐婚3国公主，还不够？唉，小姐姐果然比春花难追啊。不过我赵凡真男人，从不轻言放弃。跟着本帝，施展好你的武力，自有无尽的财富。至于其他，无需再想。若是明日你不好好表现，输了大比，本帝就立刻下旨，让全天下的人都不给你饭吃，饿死你这个吃货。本帝再招3000个男宠，气死！南越国主沈挑谢休，武圣境中期，当世少有的剑圣。这东方雪怕是女帝当昏头了，不知哪里来的底气，竟敢一人对抗3国。东方雪当的女帝不难不，还不如本君有女味。西域国主轩辕镜文修，武圣境中期，灵魂攻击阴毒无比。哼，3国共主，我没兴趣，杀了你！大周的女人和粮食，本君一定会抢。北荒国主耶律荣，逆血武圣境中期，一身蛮力，可碎山石。东方雪，你果然够胆，2人便来此地。昔日你对我南越痛下毒手，如探生灵，今日本国主必将你诛杀在此。我早就说了，女人不可称帝，平姬思臣，结果大周朝即将易主。东方雪，1-1敌3，还是不要打了，乖乖随本国主回去当压寨夫人。就凭你们，还不配本帝出手？我大周人才济济，随便一人
便可镇压你三国。赵府这混蛋怎么还没？站住！今日女帝与三国国主对战，任何人不得入山。我就是上山去和三国国主对战的，你们赶紧让开！哼，就你对战三国国主，你一个杂役，没灵气的废物！你知道武圣境是什么概念吗？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，懂吗？哼，你不就是想混进去观看巅峰对决吗？你也配？连我们内门的精英弟子都没资格观看。门内弟子很强吗？是不是只有武士境界？武士境界怎么了？你又是何境界？你也配说我们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在你们这个世界，没法衡量我的实力。赶紧让开！这杂役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哥几个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宗主有令，五罗峰大比，闲杂人等不得打扰，擅闯者就地正法。你再不离去，别怪我们不念同门之情。我说你们这群看门的，咋这么喜欢拦人呢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好歹也分个同门，我也不能针对他们出手。这得多轻才能保证他们不残废啊！哎，各位师兄，要不我请你们吃个馒头，你们就行个方便。去！别说吃什么馒头，就算给我们零食，我们也不会让你上去。我警告你们啊，要是耽误了我和三国国主决战，到时候受罚的可是你们。呸！放你上去，我们才要受罚。算了，不能再和他们继续纠缠下去。这看起来没多高，说不定我能直接飞上去。就你也想跳过我们？东方雪，就算当年魔君差点被本座打败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本座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。抱歉啊，每次我一出场就伤到人。你们三个大男人居然欺负一个美女！我告诉你们，今日我赵凡在此，你们谁也别想欺负她。你们这一届谁最牛逼啊？九幽界主。对，九幽界主来了也没用。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他。我说的。哪里来的狂小子？找死！找到五罗峰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女帝陛下的人。今天我是代表大周出战。国主，此人就是玄天宗的一个杂役弟子。杂役，这东方雪是越来越回去了，还这么幼稚的杂役来羞辱我等，真是玩笑！不怕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早就不是玄天宗的小小杂役了，我现在可是有朝廷官职在身，我就是大周朝堂堂的弼马温，也就是咱们女帝陛下的养马总监兼车夫。居然是个车夫，没想到大比之前还能捡个乐子。看在你逗大爷乐的份上，等下让你死个痛快。加云居然偷袭，不讲武德啊你们！当年抗魔的战场就是在我大周，那一战，倾我大周举国之力，波及死伤平民无数，才换来如今的局面。大周皇叔拼尽性命，封印魔君，先皇重伤，才换来今天的四国和平。这四国和平协议上，字字句句都有你三国前任国主共同认可。如今你们三国却联合起来攻打大周，背信弃义，实在为天下人不耻。修仙界实力为尊，你既答应大比，就无需多言。四国共主之位，理应最强者得之。那好，今日我大周便派赵凡一人出手，他败便是我大周败，他胜，你们三国从此俯首称臣。若再有不臣之心，我东方雪必率兵伐之。这女帝简直是疯了，若她亲自出手，还能有一搏之力，
派个杂役，这与拱手相让又有什么区别？这有什么奇怪？女帝必然身受重伤，她只是在装模作样罢了。师尊，这赵凡命格十分奇特，当日我卜算时触犯天机导致吐血，如今记忆全无，只记得他来历不凡。先让本君试试这造反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靠，敢跟我比瞪眼？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他怎么可能是参加过了上古神魔大战的神魔？我都说过了，比瞪眼我还从来没说过呢。娘娘腔的废物，还得本国主出手。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，没想到你也是个歹毒的小人。这山头湿气太过，地太滑了。两个没用的东西，还得本国主出手。这南越国主看着道貌岸然，手段竟也如此阴毒。中此香囊法术之人，将在极度欢快的幻象中自毁肉身，血肉模糊而亡啊！沈傲天，你堂堂一国之主，自诩仙门正宗，没想到竟会利用如此阴毒手段。东方雪，外界传言高贵女帝，原来也不过是豢养男宠的花瓶。喂，什么男宠啊？我可是明媒正娶的小姐姐，这次打架打赢你们三国，就是我送给她的聘礼。凭你，若不是刚才女帝出面，你早就化为尸水了。只会躲在女人后面的小人，有本事我们就真刀真枪干一场。就凭你们，即便是魔君在他面前，更不是一合之敌。你们背后的三位老祖，即便魔化发狂，他赵凡能力极强，他的修为早就远远凌驾尔等。这位赵凡，赵男宠，赵大郎是没张嘴吗？打架要女人帮，连吵架也要女人代劳。大周女帝豢养男宠，赵大郎祸乱朝纲，大周朝没救了。我大周没救，耶律荣，要不是你在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，你怎会打我大周的主意？你以为你在北方犯下的罪行，玄黄大陆没人知道吗？六亲不认，谋杀亲哥，夺其王位，丧尽天理。本君窥探天机，算无一策。三国联盟吞并大周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哼，还有你轩辕镜，背信弃义，抛妻弃女，练功练得不男不女。如今你的国主之位，都是建立在妻女的血肉之上。要说心肠歹毒，手段残忍，这个玄黄大陆谁胜得过你呀？东方雪，你可还记得这？你闭嘴！我不许你这么说她。本朝女帝心地善良，宽厚仁慈，为了大周臣民，不惜只身作战。哼，是吗？各位看到了吧？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！天下第一狠人东方雪，号称大陆玄黄第一美男子的沈傲天，居然变成了这样。当年女帝丧尽天良，违背玄黄大道约定，对南越实施的大禁咒术。
东方雪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沈傲天此生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要不是听闻这段往事，知道女帝心狠至此，我北荒才隐忍不发。这些年来，四国才能相安无事。女帝重伤，却还能施展如此强大的大周禁术。女帝罔顾天道，涂炭生灵，我们共诛之！我勒个去啊！果然天下女人没一个擅长。这么漂亮的人，竟然是大陆上闻风丧胆的第一个人。看来大周与南越结的是死仇啊！除非解开这个咒术的持续效果。女帝媳妇，可有解法？无法可解。眼下魔君出世，不知何时再次进犯。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先放下仇恨，共同抵御魔君才对。我南越与女帝血海深仇，不死不休。女帝的大禁咒术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刃，女帝不除，寝食难安。只有瓜分掉大周，我北荒子民才不会忍饥挨饿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今天就彻底做个了结。若我们输了，大周任凭处置。父君，我和大周的命运全都交给你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媳妇儿，你终于肯承认我是你夫君了。你放心好了，你就好好瞧瞧吧。你们三个都给我听好了，要是现在投降的话，我还能避免你们受伤；否则等会儿打起来，我可控制不好轻重，说不定一个不小心就把你们都废了。想必他就是女帝的依仗，就不信了。在这玄黄大陆，除了魔君，还有我们三个联手打不过的存在。干掉他，重伤的女帝唾手可得。还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！既然你们三个如此不知死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怎么可能？轻易化解我等招式，莫非你已成仙？我呢，大人有大量，也不欺负老弱病残。如果你们三个现在投降的话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你们可知，你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神，他可比我的大禁咒术厉害多了。我之前说他打跑魔君，你们现在还怀疑？好你个东方雪，怪不得你敢以一敌三，你这手底牌藏得好啊！我这对铁锤是由天外云铁打造，玄黄大陆不可能有比它更硬的材质。他一头给我撞到稀了，我怀疑他根本不是此界中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玄黄大陆不可能有这么逆天的存在。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我就是大周的弼马温。我再问你们一次，到底服不服？不服的话，就继续和我打；服了，就马上给我女帝媳妇道个歉。以后你们三个不准再联合起来欺负她。我们愿臣服大周，封大周为共主。我们愿臣服大周，封大周为共主。女帝媳妇，这几个货你准备怎么处置？恳请陛下开恩，我沈傲天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牵连我国公主。只要你们没有继续祸害大周的心思，其余人等，我自然不会过多的牵连。此次比武，大周以1敌3，大获全胜，公主之位不可撼动。
三国各自退下，准备降书。是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镇压三国这个聘礼如何？这下你可承认我是你夫君了吧？什么夫君？我有说过吗？不过这次你表现不错，可以奖励你一些，就奖励你升职为车府令。车府令不就是马车队长吗？哼，我才不稀罕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亲我一下。滚！我这媳妇儿长得可爱，心却是封闭的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成为天下第一狠人？唉，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，直到你真心接受我为止。师父，女帝真的只派了一个杂役就击退了三国国主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个横空出世的赵凡是个大麻烦，若要对付女帝，就必须先解决赵凡，否则如此下去，你可能真要沦为此人的小妾了。本公主死也不会嫁给一个杂役做小妾。我们早就听说了，女帝坚持让我们嫁给赵凡那个小杂役做小妾。三国公主留在大周做质子，可以防止三国再次叛乱。女帝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你们准备怎么对付这个该死的赵凡？本公主倒是对着赵凡越来越好奇。如果真的能凭一己之力打败三大国主，真要嫁他也不是不行。薛元敏，你是没有男人不行是吗？本公主还不信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耀眼的天才。这赵凡，他肯定是用了什么神兵利器，取巧夺胜。你们若是不信，本公主就能证明给你们看。真要对付他也简单，只要你们想办法抓住，或者想办法纠缠住他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哎，你怎么走路的？怎么是你啊？西域公主，你怎么到处闲逛啊？还不回去赶紧收拾收拾，马上就要嫁给俺做小妾了。谁要给你做小妾了？像你这样的杂役弟子，能养得起我们三个吗？你这口气怎么跟春花一模一样？谁是春花？啊，你真的不是春花穿越过来的？跟我走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既然魔君也哇，这阵法可比我们西域的天阶之术厉害多了。没想到，这春花和轩辕敏竟然是同一个人。春花就是轩辕敏在异世界的分身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，赵凡？我说怎么每次要跟你亲热你就唧唧歪歪，不是这就是那，我还以为你跟老子装矜持，原来他就是城防军缉毒司的卧底。这娘们破坏我们多少交易，害死我们多少弟兄，绝对不能轻易放过。那是自然，卧底只有一个下场，必须死。卧底？春花居然是卧底！我就说，春花不可能是毒品贩子。住手！你们放开春花！赵凡，你个傻子，你又回来做什么？他们会打死你的！快跑！都是你这个废物，你还没死！春花那天开枪用的是橡皮子弹，杀不死人，子弹都被我捡到了。亲眼看他从楼顶上掉下去的，他是人是鬼，他也是缉毒司一伙的。兄弟们，给我开枪！我
就不信他这次死是人还是鬼？你个傻子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你简直和轩辕明简直一模一样。轩辕明，跟我走。啊！你是谁？没想到春花和轩辕明竟然是同一个人。春花是轩辕明在异世界的分身。既然我两世为人，都与你有缘，说明你我二人缘分很深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唉，过于倾颓，世道大变，天机紊乱，一片茫然。这乱象因何而生？大道50，天言49，人遁其一。这赵凡可是那遁走的其一。这赵凡深不可测，你到底是谁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别吓我。敏儿，我用天机盘卜算赵凡，卦象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异象。这赵凡，西域国主，好奇可是会害死猫的。赵凡，敏儿，他怎么会过来？师傅，您别紧张，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其实我是从蓝星来的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你现在到底是？放心吧，师傅，我还是您的徒弟，和原来一样。你现在身体感觉如何了？我没事了，扶我起来。对，从卦象上看，这说不通啊！你一定还有别的身份。没有了，我的秘密都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连师傅都不能有话直说了？师傅，其实我是想说，我愿意嫁给赵。怎么，你已经答应要嫁给他了？难道师傅不同意吗？唉，轩辕镜自视甚高，创立天机阁，一辈子研究天机，到头来才发现天机高深莫测，绝不是我们这等凡人可以窥探啊！是啊，我也从来都没想过，也不曾感知过，我竟然还有一个分身在异界的蓝星。多亏了赵公子撕开结界，才将我与分身融合在一起。撕开结界？结界在哪儿？他是怎么做到的呀？结界就在归虚国。至于赵公子是如何做的，
徒弟就无从知晓。而且我觉得，即便我们知道，也做不到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不过什么？你既然愿意嫁给赵凡，师父自然不会阻挡。我们要利用你嫁给赵凡这件事，将我们西域的利益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什么？西域公主要嫁给赵凡做正妻？是，而且他们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嫁妆了。您却说了要是正妻吗？是，我听得真切，不是小妾就是正妻。那还有我和北荒什么事情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西域公主的确太过分了，说好的三国联盟，现在居然背信弃义。我怒了吗？我没有啊。这等好事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是啊，我怎么会如此愤怒呢？那赵凡是怎么回应的？还不知道。别讲了，就算我把这全屋子砸了，这大周也有人收拾。好你个西域国主、西域公主，居然敢背弃盟约，就休怪我不讲情义，好戏即将上演。陛下，这么晚来，一定有要事发生了。回陛下，三国公主都还在静安城内，只是近日的活动有些奇怪。什么活动？三国的商队最近往来甚是频繁，但是只带了物资进城，却空手出城，不像是在做贸易。赵凡人呢？最近在干嘛？赵公子今日和西域公主外出逛街，玩了一天，回来便传出消息，西域公主答应嫁给赵凡。两人才外出一天，回来就改变。根据目前得知的消息，是这样的，具体原因还需要调查。该死！我这是在吃醋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堂堂女帝，怎么会因为一个女人就吃一个小国公主不做？加倍人手盯紧这几个公主，我要知道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做过的所有事，说过的所有话。明白？还有那个赵凡，一旦和那几个女人亲近，立刻阻止。明白。这可是我左上的绝世兵器，本来是用来为父亲报仇的，现在用在赵凡身上，你现在都赢了。就你这技术，还敢偷袭呢？放开！你弄疼我了！居然是你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是谋杀亲夫啊？哼，我才不想嫁给你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鼠辈！你能击退魔君，肯定就是因为你身上有什么神兵利器，或者是你动用了皇室的底蕴。我其实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有真本事。如果你真的有真本事的话，肯定不会被我的箭给射死。你说的还挺有道理，我就不追究你了，走吧。你说的还挺有道理，我就不追究了，走吧。我才不走呢！我们俩明明是年纪相仿，凭什么你比我强这么多？就连三国国主都不是你的对手。那是因为你现在见识的男人还是太少，尤其是像我这种优质的。你身上肯定是有什么神兵利器吧？我身上哪有神兵利器啊？只能怪你们实力实在太差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来，你搜我的车。如果你搜到什么神兵利器的话，我就全部都送。真的？好痒！好你个淫贼！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
媳妇儿，怎么是你啊？走开！抱歉啊，媳妇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叫我媳妇。是，陛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刚才那个北皇公主她偷袭我，然后我就调戏了她，她现在正在满大街找我呢。北皇公主偷袭你？你赵小凡，我大周堂堂皇家首席车夫，居然调戏北皇公主，还被人追得满街逃窜。你要置皇家颜面何在啊？陛下，你听话怎么只听前半句？是他先用箭射我的。箭呢？有没有射中你啊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那……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自从三国会谈之后，这几天那三位公主轮番围着你转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得意的有点忘乎所以了。哎，哪能啊，陛下？那三国公主，我压根就没看入眼，还不是你下旨让我收了他们，要不然我是压根不会理他们三个的。在我眼里，陛下，您才是天下第一大美女，极品御姐，任哪个男人看到您都会倾心。好啊，赵小凡，几天没见，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油嘴滑舌？我对陛下说的话句句对口，我对陛下的仰慕之情，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。好，停，有着拍马屁的功夫，你倒是好好解释解释，你和西域公主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我和她也没什么。好你个淫贼，拿命来！来得正好。我看你北荒公主没把我们大周朝廷命官放在眼里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直接追上。谁追杀他了？我只是跟他切磋一下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功力怎么样。不用解释了，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，故意要损我皇家的颜面。看小凡自与本地走得亲近，善良单纯，你们就欺负他。他单纯善良，你不是把我许配给他当小妾吗？那我跟他夫妻两个打情骂俏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了？你吃醋了？莫非赵凡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是女帝的男宠？啊？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啊？什么？男宠？不是，这不……怎么样？我是不是比你们的陛下还厉害？是啊，嘴上功夫了得。说正事吧。其实让我嫁给你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跟我说但是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说吧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要入赘我们北荒。我入赘？我不想去，我可不想入赘你们那个物资匮乏的北荒。那你不愿意的话，那还有一种选择，就是帮我报仇。什么意思？其实现任的北荒国主是我叔叔，他阴谋篡位，害死了我的父亲。我曾经发过誓，一定要为我的父亲报仇，夺回属于我的皇位。其实我挺同情你的遭遇的，但是我对你们三国公主其实并没有意思，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什么？你有心上人了？怎么，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有心上人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是我动手晚了，被那两个公主抢先了？又或者说是女帝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谁会看上那个冰山老妖怪？那会是谁呢？哎，你弓箭不要了！废物，全部是废物！那两个公主怎么一点用都没有？区区玄天宗一个杂役都对付不了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那个西域公主
怎么这么没有主见？跟赵凡约会就要嫁给他了？他跟赵凡出去约会的时候干什么了？他是被赵凡收买，还是已经被搞定了？真是一点原则都没有。还有那个北皇，他居然要赵凡入赘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你要是赵凡，你会去吗？是我也不会去。北荒这种地方根本就不适合生活，他居然还让赵凡入赘给他，把我跟西域放在哪里了？随身丫鬟嘛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公主，现在三国联盟早就完蛋了。三国联盟是，没有公主你，这三国联盟早就散了。当初就是公主的雄才大义发起了三国联盟，以前遇到的危机只有公主出手才能力挽狂澜，化解危机啊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立下誓，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才能搞定那个赵凡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能有什么心事？可是你手中的奏折反了。我这是在尝试换个角度看问题。好久没见到赵公子了，要不宣他进宫，总结一下巅峰大战的经验？不用。今日三位公主同时向赵凡发出邀请，约他一起去看花灯呢。看花灯？这个赵凡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他就不知道好好看书，不知道好好用功，真是气死我！巅峰大战，他立下那么大的功劳，是该赏赐了。去，把他叫过来，我也得好好敲打敲打他才行。对，就应该知道谁才是真心对他好的人。别废话，快去。诺。这是本帝最喜欢吃的，他也应该会喜欢吧？不对，是不是太甜了？他应该会喜欢吃这个吧？哎呀，他到底喜欢哪种口味啊？啊，参见陛下。你今天不是约了三位公主看花灯秀吗？啊，陛下误会了，我拒绝了三位公主。今天特地为陛下谱了一首神曲。是安为我谱的曲？正是。既然是神曲，就得用好琴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事。不错，来，跟本宫一起尝尝御膳房新出的点心吧。点心就不用吃了，我还为陛下准备了另一个惊喜呢。今夜子时，在皇宫外的竹林，静候陛下。约会？他这是在约本帝幽会吗？
一会儿根本不需要你们出手，我用琴声把女帝引到我的剑阵里，保证她插翅难逃。何必那么麻烦呢？我只需施法，把锤子变成巨石，直接将他压在地上。我们是绑架，又不是直接杀了他，还得靠我的灵魂去封击控制他。我要让他乖乖的听从我的摆布，我要让他乖乖的把西边6城割给我西域。大周一共12城，凭什么你独占6城？是我徒弟易容将女帝引出来，南越的功劳最大，我们才应该占6城。扯淡！我直接将他砸死，再瓜分大周，不是更好？我们的6城，我的，你想得美！我的6城，住手！不要以为女帝受伤就可以掉以轻心。他的大刑术一旦施展出来，你们3个加起来也难以抵抗，搞不好便是同归于尽。时机已到，你们先下去吧，让我们3个老家伙来对付他。他会给我什么惊喜呢？难道是……羞死人了！小凡子，本帝来了。你要给我什么惊喜啊？小凡子，哎呀，你别谈了，本帝问你话呢。惊喜就是……怎么是你？赵凡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东方雪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要不是本帝和赵凡对抗魔君，你们3个老东西早就死了。赵凡大战之后就无影无踪，根本不管我们3个人的死活，是魔君救了我们，我们才恢复的这么快。哼！什么？没错，我们3个已经投靠魔君了，只有他才能给予我们异界最强大的力量。东方雪，我劝你也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邪不压正，想让我投降，除非我死。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成功了，把他绑起来，带回去。只要拿到玉玺，就能签订降书，颠覆大周。必须找到才行。我去，陛下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。平时一本正经的，没想到背地里玩得这么严，连工具都准备好了，制服加皮鞭，刺激。原来陛下让我当皇家车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赵凡，你干什么？我可是……陛下，如果你今天想玩的话，我一定会陪你玩的尽兴。赵凡，你等一下。陛下，我不知道绳子绑起来的感觉，你有没有玩过？什么？不能惊动门外的侍卫，怎么办？赵凡，我要杀了你！又是提上裤子就走了，还真是陛下的风格。
那是什么？这是玉玺的气息。雪儿，你放肆！哎，师傅，这里太无聊了，你能带我出去玩吗？不能。那你能陪我玩吗？不能。那我能玩玩你吗？雪儿，你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没大没小的。我有什么好玩的？有啊，师傅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特别好奇，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这跟你没关系。你就摘下来让我看看吧，就一眼。师傅，让我看看。不能摘。为什么不能摘啊？师傅，你每天睡觉、洗脸、吃饭，不都要摘下来吗？哎呀，你别害羞了。狗不嫌家贫，我不嫌你丑。看看吧，看看啊！不行，看看吧，哎，你让我看看吧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师傅，你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雪儿，为师知道你长大了，是时候该出去看看了。只是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你不要什么都这么好奇，要懂得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师傅，你陪雪儿出去不就行了吗？师傅可以保护雪儿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师傅，你为什么不能出去啊？我身为九幽冥界界主，不能出去。而且从小到大，你好像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宝座。我要镇守宝座，因为这是阵眼所在的。阵眼？没错，阵眼可以镇压一切邪祟。一切邪祟？我身为九幽冥界界主，所有的妖魔鬼怪、魑魅魍魉，只要敢祸害苍生、为非作歹，都会被我抓回来，镇压在九幽冥界的深处。师傅，那雪儿要陪你一起作战。傻丫头，为师也舍不得你出去，可是谁又能改变得了宿命呢？师傅，这是什么？送师傅的礼物。我从3岁跟着师傅，现在22了，一共19年。每年那九幽树就结一个果子，我就把果核保存下来，所以手串是19颗。一年攒一颗，这么久的时间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呢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我堂堂九幽界主，怎么可以戴如此可爱的手串呢？哎，不许摘，反正你又不出去，谁会看见呢？就算被人看见，谁敢笑话你这个九幽界主？好，不摘。雪儿，你知道你母亲是哪里人吗？自从我出生以后，就一直跟母亲在这里生活。母亲去世后也是葬在这里。师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和你娘来自充满光明的人间，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，那里才是你的家。雪儿，今天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如今你已经练成了大禁咒术，为师没有什么可以再教你的了。师傅，不过你一定要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使用这大禁咒术。此法有违天道。知道了。雪儿，你回你的家乡去吧。现在那边正逢大难，只有你才能去拯救他们。
谢师父教诲之恩，徒儿定会谨记一生。师父保重。去吧。这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唉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使用了大惊咒术。虽然一举登基称帝，但是命中的那场劫难很快就会到来。天道，我要离开这里，雪儿需要我的帮助，我要离开九幽冥界。你知道的，自己无法离开此地，何况你都在这里镇压邪祟1万年了，怎么会突然为了个小姑娘心生萌动呢？连天道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总之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别白没力气了，就算再给你1万年，你也无法挣脱我的力量。如果我愿意付出我的声音和记忆呢？值得吗？天道茫茫，仙道茫茫，人道渺渺，谁又说得清楚？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。不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后悔的。唉，界主这是动情了。你答应我照顾好雪儿的，你为什么没有做到？你用什么身份去找她？师父、界主、爱人，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是啊，我该如何面对雪儿？她现在还需要我吗？放弃吧，陪我坐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用想。不，你不是皇后。师父，师父，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，你快过来陪我玩嘛！哎呀，师父，你快跟我来嘛！怎么了，师父？我是你的雪儿啊！师父，你不疼雪儿了吗？走吧。雪儿，等着师父，师父一定会来找你。就是这样的。这是我离开九幽冥界的唯一方法。雪儿，你在哪里？信，来信。这人是我居然是九幽界主！原来我做九幽界主的时候，居然留了后手。太好了，我赵凡，九幽界主又回来了。实在是太好了，久违的法力和力量全部都回来了。这就是你们三国商量多日后提交上来的降书。没错，的确是降书，不过条件反过来，是大周向三国投降。什么？荒谬！罢了，本地旧伤复发，不想再耗下去了，就让三国来共主大周的城池吧。即日起，本地宣布归隐。归隐？陛下，
大周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啊！他们会把大周搞得四分五裂的。我意已决，休要在意。陛下三思啊！林夕，你若是再敢妄言国事，休怪本帝砍了你！快，宣读诏书。陛下，看来你养的狗不太听话。没关系，我们会替你教训这条狗的。什么情况这是？大姨妈来了吗？怎么突然性情大变了？不对啊，陛下，这个诏书没有印玉玺，按道理来说是不能作数的。是吗？我生病了，一时忘了。没事，我说他作数，他就作数。不能作数！大胆！你是女帝，还是我是女帝？陛下！大胆赵凡，你敢当众亵渎本帝，快放手！我果然猜的没错，你真的不是东方雪，还不快现出原形！放开我！是易容术，原来是你！赵凡，你孽疼我了！冒充女帝，乃是死罪！住手！陛下，快放了陛下！你们这是在向大周宣战，知道吗？交出玉玺，给诏书盖印，交出大周。至于女帝，我们不会杀她，还是会把她献给魔君，从此天下尽归魔族所有。你们竟敢如此摧残小雪，还敢拿她来要挟我！他不是没有灵力吗？哪来这么强大的灵力啊？竟然比魔君还要恐怖千倍万倍！九有界主！不可能！界主恕罪，界主恕罪，都是魔君支持我们做的呀！西域老头，你疯了！他怎么可能是九幽界主？就是，你那个狗屁算盘从来没有算准过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。我也知道你们南越对大周的恨，但是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收手吧，因为你们杀了女帝也没用，你们身上的咒术根本无法可解。你知道荆州之事？我花费100年时间，穿越无数位面过来，解开大禁咒术，便是我的目的之一。万般咒术俱减！难道他真的可以解除我南越国民100年来的诅咒之苦？这法术竟有如此威力！化仙帝之气为灵芝甘露，责备大帝！禁术散！没事了。好，你看红了，快看，好漂亮啊！难道他真的是九幽界主？公主，你看，诅咒真的解除了！陛下，快看啊！赵公子解除了困扰南越100年的诅咒。你说什么？多谢主节众人。敢问界主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那套法术可以传授给我们吗？这是仙术，以你们的修为，还差得太远。陛下，您的伤都好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都好了。小凡子，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喊界主。你真的是九幽界主？哎呀，放开！都给我起开！是我先得手的，按
理说我应该是老大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那算什么？我一荣成女帝的时候，已经和夫君同房了，我们玩得可欢了。你们都给我靠边站！我在结界的异界蓝星早已是夫君的人了，要不是他穿越到这边来，能有你们什么事？按时间来讲，我才是正主。赵公子，没想到你背着陛下，竟然如此风流。够了！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皇家威严、君臣礼仪、尊卑之分？若不是本帝下旨将3位公主嫁给赵凡，你们有资格在这里争抢排位？就是，既然你们已经归降大周，谁当老大，自然由陛下定夺。对，我才是赵凡的正妻。什么？冠冕堂皇说这么多话，不还是要跟我们一起抢排位吗？就是，一本正经，以为你要主持公道呢。就算你是女帝又如何？那也没有我跟夫君认识的早。错了，你认识的只是转世到蓝星的赵凡，他是我陪伴了19年、思念了100年的人。你真的是我师父？我魔君又回来了。记住，别丢人！哎呀，魔君大人，你总算来了！我们成功的为魔君大帝拖延的时间，足以证明我们对您的忠心。这小子居然和魔君你抢女人，简直狂妄至极！本尊现在伤势痊愈，功力大增，识相的赶紧把女帝交出来，送到我府上，以后整个大陆就是魔族的天下了。做梦！一个手下败将，就凭你一己之力，休想颠覆天下！你们这2位老祖没看到九幽界主在这儿吗？竟然还敢投靠魔君！他杀死3位国主，你们应该找他报仇才是。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杀人！又是你这个臭小子！不过今天你的一身蛮力没用了，我带来的上古神器，炎帝的法宝。陛下的法宝怎么被他偷去了？大胆魔君，今日就受死吧！九界主，九界主，界主饶命！界主饶命！我错了，我该死！我永远不是泰山！我该死！界主饶命！饶命啊！师父，雪儿终于又见到你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找你，逃出九幽冥界，已经在各个位面中穿梭了100年，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师父，我也想你想了100年。现在我们不会分开。好感人啊！要不就让女帝做老大吧？太不公平了！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师父。连魔君这样的强者都跪地求饶，这九幽界主是多么无敌的存在！魔君，你可知罪？我知罪，我知罪。你之前只是我九幽冥界的一个小小魔怪，趁本界主不在之时，竟敢逃出来为祸苍生，破坏世界的和平，你简直罪无可恕！界主，请饶了我，我现在就滚回九幽冥界，甘愿被镇压1万年、10万年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魔君，本界主以九幽界主的身份审判你，将你永远镇压在九幽冥界的深处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好，谢谢界主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我们刚才是假装投靠魔君的，是要趁他不注意偷袭他，界主。对，魔君狂妄恶毒，我们是忍辱负重啊！闭嘴！你们3个真是墙头草随风倒，你们演技这么好，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。看来这次恐怕真的完蛋，那么卑微的求饶都没用，只有逃。我早就料到他会逃，不过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的。魔君罪行罪无可赦，破坏了和平，残害了无数人的性命，破坏了无数人的财富。你的罪行人神共愤，今天就要灭了你！北荒老祖，在界主，助纣为虐，帮助北荒国主杀兄篡位，赐死！
我是北荒的罪人，我愿以死谢罪，换取北荒的和平，望借主开恩。南越不断挑衅，入侵大周，犯下滔天罪行，念其国民已被大禁咒术惩罚100年，饶恕其罪过。九幽界主亲自解除大禁咒术，恢复南越全国上下自由。谢界主慈悲。师傅，你以后别戴面具了。即日起，三国公主就成为各国国主，还望以后三国能与大周频繁贸易往来，和平共处。谢界主。界主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成婚呀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等着界主在洞房时打小皮鞭了。好好好。界主大人，你这么威猛，肯定很喜欢狂野的女人吧？我是这几人当中最野的哦，我愿意一辈子当你的野马。界主，我可推算了，他们几个给你生的呀，都是女儿，只有我能给你生儿子。你还是3个，你说我们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这也能推算来？师尊是我的，他只属于我一个人，你们都给我退下！你堂堂女帝怎么言而无信啊？就是，都当小妾了，你还想独吞呢？出尔反尔，你配当女帝吗？那个纳妾的事，还是先算了吧。不行。对了，还有正事还没办完呢。二位老祖，上次归墟谷一战，你们平魔有功，耗尽了不少功力，本界主就让你们功过相抵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多谢界主，我2人绝对对界主忠心耿耿，为界主马首是瞻，绝无二心。这个给他。这是……你们放心吃，这不是毒药，这是解除魔气的灵丹。啊！界主万岁！界主万岁！太好了，老祖们终于都恢复了。界主真是无所不能，让我爱的已经无法自拔了。界主，你帮我报了仇，我要怎么感谢你呢？要不今晚啊……你们2个想要什么赏赐啊？回禀界主，灵犀不求任何赏赐，只愿以后能一直守护在陛下身边，侍奉界主和陛下。雪儿，那你……师尊，我也不要其他奖赏，因为我想要的奖赏已经得到了。雪儿长大了，越来越迷人了。现在天下太平，四海一统，将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打算给你办一个盛大的婚礼，让4国的百姓都看到东方雪是天底下最幸福的。而且我还想带你周游世界，带你去看遍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你知道雪儿有什么计划吗？之前西域公主说的话，我不信。我要给你生儿子，不是儿子就继续生。我就不信，我堂堂女帝还能被生儿子难倒。哼，你一定能行的。不过也要注意劳逸结合。陛下，这是界主给您准备的惊喜，一份旅游攻略。我们也要去，我们也要去。界主带上我们，带上我骑马可厉害了。你带我去，旅游经费我都包了，怎么样？我也要去，我可以用罗盘帮大家指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样吧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决定带你们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。蓝星，我回来了！